這是去世前後最為天差地別的開國元勳。生前他是身居高位的領導人，可去世後骨灰卻沒資格葬入八寶山，甚至還慘遭中央驅逐。堂堂開國元勳，明明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，為何卻落入到如此田地？上集我們講到，新中國成立後，周總理派人給逝去的革命先烈修築了革命公墓，可有6位領導人，或是為了死後落葉歸根，或是為了魂歸祖國山河，最終並沒有葬入八寶山革命公墓。可與之相反的是，這位幹部卻是被迫遷出八宝山的，他就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謝福治。從雲南省委書記到國務院副總理，他為新中國做出了很多的貢獻。直到1972年因病逝世，中央惊聞噩耗，將其骨灰葬入八寶山。周总理還特意為他寫下悼詞。直到8年之後，局勢扭轉，他一夜之間成了令人齒恨的千古罪人。原來在那個时势动盪的年代，他的思想也跟着飘摇不定，为此釀成了大錯。中央查明真相之後，將謝福治的骨灰挪出了八寶山，並且開除黨籍，撤銷悼詞。如今的他，骨灰安葬之地無人可知。除了以上所說的6人不願意葬，1人被移出之外，還有1個人十分特殊，甚至至今都還沒有下葬。而這個人就是我們的開國領袖毛主席。實際上，毛主席的本意也是落葉歸根，生前并多次和身邊的人表示，100年之後要回到韶山。可為了能夠讓世代國人銘記毛主席，最後中央商議決定建立毛主席紀念堂，保護主席遺體，讓人民群眾瞻仰。儘管如此，中央也沒有忘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願。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，中央就按照毛主席生前的意思，在韶山修建了毛澤東紀念園，前來參觀緬懷的人是絡繹不絕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內容就到這裡，更多的精彩案件故事盡在賬號主頁，點頭像即可觀看。我們下期再見。